各位好，欢迎回来。今天是我们 iCloud 系列的最后一期节目了，下一期呢就要聊 iCloud 加了。iCloud 最后一个能有下级菜单的设置叫做 iCloud 健康。那 iCloud 健康呢，其实本身没有什么太多好讲的，它的原理跟使用方式跟其他的类似，就是把你的 iPhone 上面的健康 App 里面的健康数据同步到云端，这样呢方便你在其他设备上面去使用。其实呢，这个功能应该说在去年都还是一个只实现了一半的功能。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不错的话，是从今年开始也就是 iPad OS 17的版本之后，才能够在 iPad 上有了健康 App 这款原生 App。那与此同时，在 Mac 当中应该也是有了健康 App 的我印象不错的话，但是我还没有在 Mac 上面打开过这个健康 App， 也可能没有但我觉得未来有，如果没有的话，未来有的可能性也没啥不可能。所以在之前的这些年我们打开 iCloud 健康其实只有一个作用，就是帮助我们进行备份在我们更换手机或者是手机坏了不管是坏了还是买个新的吧在更换的时候有一个备份的作用，它能够把我们的健康数据呢自动同步回来。那假如说您是 Apple Watch 的用户，并且一定程度的去使用了 Apple Watch 的健康，特别是健身功能，你应该不陌生 Apple Watch 的3个圆环。那每天闭合圆环呢，它会给你一些奖励。这个话题呢，我之后放心一定会开专门的 Apple Watch 的课程，在那个里面去讲一些关于健康的东西我刚才口误不能说课程，就是专门开一期聊这个 Apple Watch 的话题的这个内容。那这个奖章其实你是真的需要通过 iCloud 健康来进行同步的。原因很简单，你每天坚持锻炼是吧？坚持一些好的健康习惯就不容易。本来这个奖章就是一种激励是自己的一个过往努力的证明，但是如果你没有 iCloud 健康这个功能开关打开的话，只要你换 iPhone 或者是 iPhone 重装了系统，或哪怕是出现任何的一些类似的问题吧，那你这些健康数据、健身数据这些奖章奖牌就全没了。其实我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也遇到过，其实有那么几位这个顾客是专门过来解决他的 iCloud 健康同步问题的，可能是换了一个 Apple Watch， 或者是换了一个 iPhone， 发现健康数据没有过来等等等等就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所以说除非你没有用过不在意这个功能，但凡使用过 Apple Watch 有过一些健身记录的用户很难想象说我这些健身记录无所谓除非你带着 Apple Watch 和不带 Apple Watch， 或者说你拥有了一个 Apple Watch 和没有 Apple Watch 之前和之后，这块 Apple Watch 它对你的健身或者健康的实际行动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那这样的话你真的是无所谓。但凡你因为任何原因像我是通过减肥减脂这个原因，或者有些人因为好玩的原因就是去努力过我要闭合圆环，我要拿到奖章只要但凡有过这个，你说我换个手机，我之前这些努力的记录就可以通通说不要就不要，这样的人我觉得很少吧。所以早年呢，这个只起到了一个帮助你存储的作用，因为谈不到同步。当然了，如果你有2个 iPhone 登录同一个账号，这个是可以同步的但是大部分时候我们主力机只有一个，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只起到了一个备份的作用。但是现在开始呢 iPad 上已经拥有了健康 App， 那也就是说
你的 iPhone 里面的健康 App 能够看到的东西，现在可以在 iPad 上用更大的屏幕去展示了。这个意义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重大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健康类的科技产品啊，它归功于这个大健康这个范畴。所谓的这个大健康，也就是未来的人类健康的发展方向，无外乎就是个性化和这个大数据化啊。那这两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了。那也就是说，通过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刻监测自己的身体数据，而去提前预警一些疾病，或者是帮助你更好的诊断一些已经到来的疾病。那这些日常生活当中的数据，其实你在医院里面是很难获得的。那大家可能会知道，医院有一些特殊的设备，比如说24小时心电图，那个我印象不错的话，应该叫 Holter 吧。然后还有这个睡眠监测，原来你如果到医院去查这个睡眠呼吸综合症，你是需要在医院睡一晚上的。但是现在呢，它可以在你身上绑一个睡眠监测的设备啊，允许你回家睡，睡完了之后再过来把设备摘掉，来获取这些数据。但不管怎么样，你都会发现这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花多少钱不说，跑一趟医院有多麻烦不说，那毕竟你要带着一个滴了啷啷的设备给你贴到哪儿也好，绑到哪儿也好，要回来，然后不方便的睡完还要过去，这不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而且即便你做了，你也就24小时的心电图，你也就一晚上的睡眠监测。但是像 Apple Watch 这样的大健康的产品，其实它可以每天的持续监测。你可能会说它的这个监测的种类啊，监测的精确程度啊，确实比不上医院的那些精确的设备。但是有2点注意，第一个，它是真真正正是每一天，而且真真正正是在你的日常当中。第二个，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是有海量的，就是有很多的。那么样本量越多，它分析出来的结果就越准确。那还有第3点，就是科技是在进步的。过去这类健康的科技产品在未来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前景的。现在基本上像ECG 的心电图跟医院做的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啊。那至于很多医院不采纳呢，我个人认为大部分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啊，就不是技术原因。像我在北美这边看病，其实很多时候只要你说我有 Apple Watch 做过的心电图，这个医生都是认可的啊。我也遇到过一次，这个医生是认可的，在医院，当然也有不认可的。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没成气候，等以后成气候了，应该就其实更加方便的是我们广大受众。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健康 App 在 iPad 上登录，它这么大的屏幕啊，那么意味着同一个屏幕下你能够看到的数据会更多，它可以用更多的图表以及更详细的分类帮你去归纳和展示之前的这些身体数据的搜集的信息。那这个的方便程度，我相信也是无与伦比的。这个就像类似于你在手机屏幕上看一个好莱坞大片和你在 iPad 屏幕上看，这种感觉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虽然内容是一样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去追求家庭影院啊，还追求这个 IMAX 的剧目啊，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差别。所以在可预见到的未来，通过手机或通过 Apple Watch 搜集到的一些健康数据，其实你是可以不必在手机上查看，而是可以在像电脑啊，甚至 iPad 这样更大的屏幕上。那甚至在美国呢，现在已经做到了和大部分的医疗机构去配合，在医生的电脑上啊，在医院的这个设备上也能够查看你平时的这些身体数据甚至还有一些你可以参加一个叫做这个名字叫什么来着？就是一个类似于科研的项目吧。
这个好像也是只有北美地区才会有。然后就是为一些医疗方面的科研项目在日常当中贡献一些数据，这个也是可以通过健康 App 去提供的。而这些健康 App 生成的数据，你都是可以通过 iCloud 进行备份、进行同步的。那特别一提的是，前2讲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加密同步的概念，所以 iCloud 这个健康 iCloud 也是原生加密的。那也就是说，你不需要特别的去开启iCloud 高级数据保护这个功能，那它也是被列入到端对端加密的保护行列之内的。那后面一期呢，我们将会聊高级数据保护，所以在这一期里面呢，我手上有一个手机打开了这个高级数据保护的页面啊，它上面有写密码和健康还有地图这3个数据是默认使用端对端加密的。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蛮贴心的一个设计吧啊，所以如果大家对自己的健康数据比较在意的话，我觉得还是打开 iCloud 健康这个功能会更好啊。也就是一定要去改变一种思维，就是现在并不是说把信息放在手机里就一定是安全的。其实很多时候你把信息放在云端反而比放在手机里面更安全，因为云端一般来讲它被盗的可能性会更小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结合我们密码那一讲就知道了，因为 Apple ID 的密码它是有强制性的啊，一定要达到一定的复杂程度你才可以这个完成的，而且它有非常缜密的这个2次验证的这个过程啊，所以这种安全级别还是比其他的一些云端要高一个档位的。基本上 iCloud 健康的内容聊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啊。大家其实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打开你的 iCloud 健康数据看一看。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好奇啊，我想知道各位 iCloud 健康数据里面保存了多少容量的健康数据啊？是几兆呢？还是几百兆呢？还是上 GB 呢？反正我个人已经达到了几个 GB 的这样的一个健康数据的级别了，因为我是在第1代 Apple Watch 发布之后就一直坚持佩戴 Apple Watch， 那包括 iPhone 的各类健康功能我也在积极的使用，所以我的健康数据其实还蛮大的。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把你自己的如果你是 iPhone 用户，把你的健康数据大概用了多少容量在评论区来晒一晒啊。然后我们来看一看现在这个未来科技圈这必争之地啊，大健康这个领域，大家现在都往前走了多少？好，感谢各位的观看和关注，我们这一期先到这儿，下期再见。